在野外抓鱼是种什么体验。这条小溪里生活着很多鳟鱼，求生专家马特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手伸进水里，不到10秒钟，一条肥坨坨的鳟鱼就被抓了上来。一旁的乔看到这一幕，直接赞不绝口。这里是犹他州南部的荒原峡谷，不仅地理环境恶劣，还有很多致命的小可爱。刚开局，马特和乔就被投放在了一处峡谷之中。在前方的不远处，俩人发现了一辆山地车，乔激动地上前，打算拆下一些零件带走。可是车子上并没有工具包，这可把他急坏了。马特见状，则是觉得没有必要，既然选择空手来，那么就要利用野外的资源生存才有意思。况且像他这种野外生存达人，完全不需要依靠这些工具生存。乔被马特说的心动，于是决定放弃山地车，牢牢抱住马特这个大腿。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求生，首先要考虑的便是水资源。俩人站在制高点放眼望去，除了一片荒芜，就是深浅如沟壑般的峡谷。根据马特多年经验分析，峡谷下面应该是最容易储存积水的。这里的地形十分崎岖，俩人只能硬着头皮朝谷底走去，不然等待他们的将是脱水。可是来到底下后才发现，面前是一道几十米深的峡谷裂缝。马特提议绕道走，可是乔死活不同意，因为他在下方听到了水滴声，水源隐藏得十分好。俩人只能下到裂缝中寻找。这对于有着长达20年野外生存经验的马特来说，简直就是小意思。一通上蹿下跳后，他很快就掌握了要领，来到了一块稳固能支撑的区域。相较而言，乔就吃力了许多。不过好在俩人都顺利来到了缝隙深处，循着水的滴答声，终于是见到了珍贵的水源。乔迫不及待地接过水，就贪婪地喝了起来，直到俩人都喝饱了，才原路返回。下一步，他们将目标定在了有着绿色植被的树林。在走了几里地后，眼看天色越来越暗，俩人决定在这里搭建庇护所，休整一晚再出发。但是这里昼夜温差巨大，如果不做好保暖措施，俩人的身体很有可能会失温。在搭建庇护所这方面，马特相当有经验，他打算就地取材，利用大量的树叶来做床铺。马特和乔利用树叶制作了一张大床，只有这样，在晚上睡觉时身体才不会失去核心温度。随着夜幕降临，俩人找好睡姿，慢慢进入了梦乡。第二天，休息好的俩人继续出发，在前进了一段时间后，来到了一处悬崖边，看着下面茂密的植被，很有可能会找到水源。可是陡峭的崖壁无法下去，只能寻找其他路线。在观察了一圈后，唯有这处70度的斜坡可以选择，但这对于二人来说依然是巨大的挑战。松动的岩石加上光滑的岩壁，稍不留神就会直接跌入谷底。马特和乔只能降低重心，放慢脚步，来回交错的往下移动，看得我真是为他们捏了一把汗。等好不容易来到中间后，俩人看着距离不远的地面，决定玩把大的。只见乔深呼一口气，直接朝着下面滑去。通过屁股的摩擦，他们在最后关头成功刹住了车。等来到谷底后，接下来的路就好走多了。俩人一边前进一边观察可以利用的物资。这是干枯的丝兰木，坚韧的枝杆十分适合钻木取火。掰下2根后继续前进。此时脚底的泥土越来越湿润，很快马特和乔就听到了水流的声音。顺着声音，他们找到了一条小溪，溪水看起来干净又卫生。激动的马特捧起来就准备直接畅饮，但是却被乔拦住了。他认为野外的水要烧开后才能喝，如果贸然喝生水，有可能危及生命。马特不以为然，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喝这种溪水是没问题的。乔还是不愿意，想要加工一下再喝。没有煮水的容器，他想到了路边看到的仙人掌，可是如何去除上面的尖刺是个难题。作为在野外生活了20年的马特，立马想到了办法。他在乱石堆里找到了一块上等的黑石头，经过一番敲打，一块边缘锋利的石块就掉了下来。乔想要测试一下锋利程度，刮手毛一点都不卡。越看越满意的乔，当即就拿着石刀去收集仙人掌。乔找到了一颗又嫩又水的仙人掌，接着不慌不忙去除了上面的尖刺。他要利用这些仙人掌当做烧水的容器。另一边的马特也没闲着，正在为钻木取火做着准备。他用石刀切割丝兰木制作钻火棒，可是这根木头有点短，于是又找了根木头加长。在忙活了1个小时后，钻火棒、钻火板加上火绒通通搞定。随后俩人开始轮流摩擦钻火棒，不给钻火板一点休息的机会。很快火星就被摩擦了出来，将火星放进火绒里细心呵护，火焰成功冒了出来。接下来把装有水的仙人掌加热，这是乔第一次这么干，没想到煮好的水口感极佳。来到这里已经有3天了，光喝水肯定是不行。乔告诉马特，自己刚刚在接水时看到了鱼。听到这个重磅消息，马特立马来了兴致，连忙带着乔来到了小溪边。他要向乔传授一招徒手抓鱼，在发现鱼的位置后，先保持双手放松，然后随着水流慢慢接近鱼头和鱼尾，最后再趁其不备快速来个2面夹击，这样鱼儿就算长了翅膀也难逃一劫。总体而言，就是姿势要帅，动作要快。接下来是实战环节，在小溪里，俩人很快就发现了一条鳟鱼。只见马特轻轻地把手放进水中，途中还提醒乔好好看，好好学。不到10秒钟，一条肥坨坨的鳟鱼就被抓了上来。这一幕看得乔心里直痒痒，迫不及待地想要尝试一下。经过一番寻找，他也发现了一条鳟鱼。先是学着马特的样子，将手慢慢伸进水里，等到接近目标时，趁其不备，一把牢牢抓住。虽然鳟鱼还在奋力抵抗，但是落到大力乔手中，哪有逃脱的机会？
眨眼的功夫就被提出了水平，这下俩人都能吃到烤鱼了。为了让鱼肉更佳，马特和乔还从附近采摘了一些植物当做配菜，然后再加上原汁原味的烤鱼，这口感别提有多鲜美了。他们一口鱼肉一口配菜，狠狠地饱餐了一顿。在度过了一个舒服的夜晚后，俩人沿着小溪再次出发。这一次，马特和乔决定向上游走，因为向下游走可能会再次遇到峡谷。没走上多远，乔在一处山崖上看见了人类的踪迹，定睛一看是两个骑着马的西部牛仔。这下终于可以离开这片蛮荒之地了。